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4季前情提要。依靠拉尔夫的易容术，法院证实了迪沃还活着，白瑞最终被无罪释放。巴氏12人已经有8个人被迪沃杀害，并且占据了他们的超能力。不久前的交手，西斯科发现了迪沃传送的秘密。这么长时间，他们都找不到迪沃的老巢，根本不是技术原因，而是迪沃的老巢处在另一个维度——口袋空间。想要抓住迪沃，白瑞就必须在迪沃关闭口袋空间的一瞬间跑进去。为此，白瑞反复做着练习，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打败迪沃的机会，哪怕这一瞬间是千万亿分之一秒。威尔斯爆肝查出了全城所有口袋维度的传送点。3年前，迪沃就已经在全城布满了传送点，并且精心计划了巴氏12人。他的计划比斯旺还要缜密。杰西来到地球1找威尔斯，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老爹因为一个对手这么焦头烂额。杰西本想找老爹和解，可父女之间早在杰西妈妈死后就有了隔阂，而且威尔斯根本不善于解释。警报忽然响起，一群武装分子袭击了警方准备抢走天野会的核弹，乔也在其中，被敌人的火力压制的脱不了身。接到信号，白瑞和杰西立刻跑了过去，武装分子分分钟被全部放倒。为首的女头目看着手下纷纷被捕，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开关。核弹瞬间爆炸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只有2个急速者能够依靠神速力活动，其他人还停留在闪电侠赶到的画面。白瑞和杰西必须开启头脑风暴，这1秒钟的时间根本来不及救走几千万的市民。白瑞让杰西赶快穿越到平行宇宙去找杰帮忙，自己留下来想办法。白瑞先把西斯科拉进了闪电时间里，顾不上兴奋的西斯科立刻过去查看核弹。现在还停留在蓝色阶段，如果到了黄色，到了紫色，整个城市会被瞬间化为乌有。西斯科尝试把核弹送到死星，但闪电时间里的震动频率过于快，西斯科的震波根本派不上用场，而且普通人的身躯根本扛不住长时间的震动。西斯科筋疲力尽之前告诉白瑞去找威尔斯，他一定有办法。白瑞放下西斯科，迅速跑回了实验室，不用解释，威尔斯就知道摊上大事了。核弹只要启动就不可能阻止了，除非把核弹送进神速力之中。年迈的威尔斯没几秒就满头大汗，再这样下去，闪电时间会害死他。此时杰终于赶到，威尔斯最后恳求白瑞一定要带走杰西。闪电时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，自从白瑞冲出神速力之后，就拥有了这样的能力。杰立刻否决了威尔斯的想法，神速力如果遭受到了核弹的爆炸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首先，这会抹除平行宇宙所有急速者的神速力；其次，神速力是宇宙中的必要元素，如果被摧毁，可能会有无数的星球遭到毁灭。但眼下没有什么别的办法，杰即使是急速者，也逃不过岁月的折磨，他坚持不了多久了。要么用等同于核聚变的能量抵消核弹，要么快速冷却核弹。他提议让冰霜杀手冷却核弹，这样就可以抵消核聚变，让其恢复到原子稳定的状态。3人拉上冰霜杀手，就跑到了核弹面前。只可惜核弹已经到了临界点，温度极高，就连冰霜杀手也无法冷却，反而让核弹变成了黄色。这个方法也行不通了。冰霜杀手也在筋疲力尽前请求白瑞让凯瑟琳活下去。杰西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，刚刚杰说过可以用等同的能量抵消核弹，急速者扔出的闪电是10亿焦耳，只要3个人同时丢出闪电就可以抵消核弹。可杰的身体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丢出闪电，他老了，帮不上白瑞的忙了，紧绷的身体也在最后一刻松了弦，只靠2个人不可能抵消核弹，白瑞只能把神速力当成最后的办法。杰西想要穿越时间到爆炸前，白瑞直接扼杀了他的想法，这样只会害了所有人。核弹已经变成了紫色，核裂变反应达到了最后的阶段，2个人想不出任何办法，杰西也快坚持不住了。白瑞让他赶快离开地球1，这是威尔斯最后的请求。杰西离开了现场，却没有逃跑，而是跑到了父亲面前。他想尝试，白瑞的闪电时间却根本做不到，只能跟威尔斯道歉。虽然他根本听不到，杰西放松了身体，和父亲一起等待死亡的降临。即使是世界上最快的男人，白瑞的体力也是有极限的。验算了各种办法都没有用，他筋疲力尽地走回了实验室，汗水无止境地往下落。白瑞思前想后，准备把事情告诉艾瑞斯。这次他拯救不了所有人了。白瑞时刻保持着一个快速移动的状态，他感觉自己快要累死了。临死前，白瑞说出了一句土味情话：“我是闪电侠，你是我的避雷针。”剧中最强的 buff 瞬间上身艾瑞斯，talk了几句，他想到了把白瑞救出神速力的夸克球。神速力中有数不尽的闪电，只要把夸克球带出来丢进核弹里，神速力释放的闪电足以抵消核弹的能量。白瑞用尽自己最后一丝力气，拼命冲进了神速力之中，在茫茫的闪电之中寻找到了夸克球。夺走夸克球的瞬间，数不尽的闪电跟随着白瑞冲出了神速力。这是白瑞最后的机会，他不敢怠慢，冲到现场，精准投掷，将夸克球扔进了核弹里。少说也有数万亿焦耳的能量瞬间抵消的核弹。
众人平安无事。威尔斯感动地抱住了女儿，白瑞力竭地昏了过去。经历了这件事之后，杰意识到自己该退休了。从此以后，他将退出闪电侠的舞台，培养地球3的新极速者。另一边，威尔斯改造了为塞西尔打造的脑电波抑制器，与其给女儿解释，不如直接让她看到自己的想法。父女之间最后一道隔阂，随着2人脑电波的同步，慢慢打破了。杰西离开后，凯瑟琳请威尔斯喝了杯咖啡，他发现自己和冰霜杀手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深，甚至对双方都有了足够的依赖。还没说完，女孩再次出现，如往常一样，她尝试给2人留下一个好印象。核弹的事儿解决后，团队马上进入了工作状态。巴氏12人只剩4个，包括拉尔夫，必须要阻止敌沃获取他们的身体。一直思考到了凌晨1点，威尔斯提议给他们做个包间手术，把他们 DNA 修改成普通人的，这样3个人就变成了傻子。当然威尔斯是开玩笑的，以他现在的智商根本斗不过敌沃。他心底萌生了一个鬼点子，想要对抗敌沃其实很简单，只要变得比他聪明就行。把早前发明的大脑抑制器加以改造，变成了智力增强器，把自己天才的智商开发到最极限，这样就有资本和敌沃斗智斗勇了。而且他调查了几年前的监控，智力增强器加上粒子加速器，他就变成一个和敌沃五五开的聪明人了。希斯科果断不同意，如果稍有闪失，威尔斯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敌沃，这个计划必须有希斯科帮忙。只可惜他不同意，拉尔夫已经躲藏了好几天，他担心自己被敌沃利用。艾瑞斯找他 talk 了一下，反而被指责自己只会当战地指挥官。同一时间，一家银行遭到了抢劫，罪犯是转化人，但并不是巴氏12人。亚裔男子正义感爆棚，出手阻止了罪犯，触碰的一瞬间，罪犯的超能力瞬间失效，一不小心转化到了另一个胖仔身上。希斯科检查后还是老样子，四处都是暗物质。喷火的男人被抓了起来，他的能力其实来自几年前的粒子加速器，第一次使用超能力抢劫就被阻止了，而且还被夺走了超能力。亚裔男子神秘消失，找到他说不定就能找到真相。希斯科调查了银行所有人员的名单，查出了亚裔男子的名字马修。白瑞正想去找他问问，艾瑞斯主动要求跟着去现场调查，他不想当拉尔夫眼里的战地指挥官。乔跟着一起找到了马修，马修是一名医疗人员，看起来没有任何疑点，他的目的只是想阻止坏事发生。为了脱身，他挟持了艾瑞斯，闪电侠赶了过来，冲过去推开了他，救下了艾瑞斯。马修慌慌张张地逃跑了，可就是这一个触碰，白瑞的神速力跑到了艾瑞斯的身上，艾瑞斯成了闪电侠，白瑞变成了战地指挥官。暂时没有办法逆转2个人的情况，这一下他们摸清了马修的能力，还查出了他是巴氏12人的身份。这个能力如果给了敌沃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与此同时，威尔斯已经着手研发智力增强器。第一次实验，他的大脑运行速度就已经高了20倍，能够随意推算出拉尔夫吃热狗掉一地的概率，距离成功更进一步。但头盔还不稳定，非常容易过载着火。失败了之后，威尔斯再次去找希斯科帮忙，然而希斯科还是不同意，2个孩子大吵一架。白瑞也没闲着，一直在训练艾瑞斯，就像是教练在教学员考驾照。白瑞是又气又想骂街，艾瑞斯就连刹车都不会，城市要是出现了危机那还得了。说什么来什么，某公司大楼发生火灾，看来艾瑞斯今天必须无证驾驶了。戴上眼罩，艾瑞斯就跑到了现场。白瑞指挥他先救平民，艾瑞斯走上楼梯，一点一点救下了所有人。接下来要灭火，艾瑞斯走楼梯又上去了。白瑞告诉他使用乌拉乌拉龙卷风啊！艾瑞斯立刻开始行动，只可惜胳膊转错了方向，火势越来越大，自己还被房顶压住了身体。希斯科只能过去把他救回来。事实证明，无证驾驶害人害己啊！凯瑟琳尝试了所有办法都不能逆转2个人，现在只能依靠马修。一听说艾瑞斯将来就是闪电侠了，拉尔夫立马起身去写遗嘱。希斯科不得不选择帮助威尔斯，现在团队非常需要一个领袖。希斯科有2个条件，第一，不能使用粒子加速器的暗物质，第二，不能打到敌沃那样的杀人轮椅。2个人立刻开始行动，艾瑞斯这边还在不停的训练，但神速力这种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，教是教不会的。此时又出现了麻烦，早前被马修偷走的能力传输到了胖仔的身上，现在这个胖仔变成了喷火罪犯。希斯科提前给艾瑞斯打造了战服，现在除了喷火胖仔还有马修。马修尝试阻止他，回血胖仔的能力就是自己赋予的。马修突然分了神，艾瑞斯赶紧给马修戴上了意识手铐，正面对抗胖仔。艾瑞斯根本不是对手，热浪冲得他睁不开眼。白瑞想让他抽干胖仔身边的氧气，然而艾瑞斯根本做不到，温度已经上升到了几千华氏度。
威尔斯不管3七21就带上了智力增强器 2.0， 几千个好点子喷涌而出，最有效的就是艾瑞斯依靠神速力把海水引进陆地，用海啸扑灭大火。白瑞开始传输自己的水上漂经验，千言万语都难敌一句必胜台词 Now run, Iris, run. 艾瑞斯一脚蹬进了大海，通过急速奔跑产生的气流掀起了一层100米高的巨浪，一阵蛇皮走位把巨浪拍在了胖仔身上，有惊无险解决了胖仔。马修真诚地道了歉，他只是想帮忙打击罪犯，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麻烦。他把神速力重新还给了白瑞，马修也决定从此不再使用超能力。白瑞主动拉他加入团队，利用这个能力反过来对抗迪沃。为了安抚拉尔夫脆弱的心，艾瑞斯把当年萨维塔的事儿告诉了他，目的就是告诉他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拉尔夫也为了白天说的话道了歉。另一边，威尔斯和西斯科已经完善了智力增强器，经过1晚上的智力开发，威尔斯找到了其余2名变种人，刨除拉尔夫和马修，一位叫珍妮，一位叫高斯。深夜，艾瑞斯注册了一个论坛，依靠广大网友的力量寻找迪沃，因为比闪电侠还厉害的是键盘侠。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见。